欢迎收听 Industry Interview，我是 Numbers Protocol 的 Sophia。1月中，台湾刚刚完成一场全球瞩目的总统大选，投票率相当的高。那不管选举的结果是否如你预期，我们都很高兴，也很珍惜拥有这个民主投票的机会。这几年来，假资讯横行，削弱了大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社交平台演算法还因此而放大了人们已经有的偏见，让社会的分裂跟极端化的问题更严重。新的 AI 生成工具也正在进一步加剧这样的分化。那台湾因为特殊的地缘政治，就成了假资讯跟假新闻攻击的焦点。那这场选举呢，在选前被看作是在美中地缘政治紧张的氛围当中，一个全球资讯战的缩影。那 Numbers Protocol 是一套结合区块链技术跟国际数位内容标准的内容溯源跟验证工具。那我们这一次呢，跟台湾的独立新闻媒体报道者合作，以 Starling Lab 的78 Days 的概念为蓝本，然后希望能够透过区块链的技术，然后为每一个影像去建立一个独特的数位身份，然后去确保所有的资料来源是可以被追踪，不可以被篡改。那希望能够借此提高公众对于媒体报道的信任度。那这个专案呢，会保存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从候选人登记、选举开票日，然后到选后的致送总统跟副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当选证书，共计66天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那确保这场重要的选举的每一刻都能够被真实而且准确的记录下来。那如果你对这个专案有兴趣，我们也开放公民参与的部分。那欢迎参考资讯栏的连结，那进一步的了解专案以及可以如何参与这个记录。那我们今天很开心，也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报道者的创办人何荣幸执行长来跟我们聊聊假资讯的议题。那以及这个新闻跟科技的结合，可以为台湾的新闻产业带来什么样的新局面？执行长你好。你好，我是何荣幸，我简单介绍一下报道者。报道者成立到现在进入了第9年，我们刚刚度过我们的8周年生日。那我们是用非盈利媒体的方式来运作，然后专心来做各种深度报道跟调查报道。那在刚刚结束的这场总统大选呢，我们也同时专访了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这3位蓝绿白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对他们同时提出10个关键的问题，然后进行这样的深度访问。我们推出了总统10问的一个专访系列，也引起了蛮大的回响。好哦，那这一次呢，就是邀请何执行长来，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专案，就是有对一些外媒就是宣传，然后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专案。那当然也是因为我们之前跟 Starling Lab 有些合作，然后刚好这些记者他们做了之前美国的总统大选的类似的东西，然后所以他们也很好奇，就是在台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另外一件他们很好奇的事情就是台湾都宣称台湾是受到假资讯就是攻击最严重的地方。然后，所以他们对于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好奇，就是他们看到了很多报道，然后但不太确定对于真的就台湾人的就台湾选民，然后跟一般大众就生活在台湾的人是怎么看这些事情的这样。那我就刚好有机会可以听听第一线这个新闻从业人员的想法，然后跟看法。那我想主要会先从就是您觉得台湾面临的主要的假资讯的问题有哪一些？台湾人民自己感受比较深刻的，其实是商业上面的诈骗资讯啊。这个部分已经无孔不入到你觉得好像生活当中你在 FB、在 IG、在 Line 上面随时都会被骗，然后老老少少都会被骗，你连交朋友也会被骗。然后你一看到这个名人，哇，怎么他也在卖什么东西？然后因为信任这个名人，一点进去，就后来证明那个也是名人被仿冒身份的诈骗广告。这个是一般民众相对最有感的商业诈骗的假资讯。但一般民众比较不是不有感，而是说他自己是因为政治立场上面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这种政治上面的假资讯，对台湾民主社会的发展其实越来越严重。它只是并不像商业广告让你那么那个商业诈骗广告让你那么愤慨。那政治上面的假资讯，就如同刚才你提到的，从美国总统大选，很明显俄罗斯的假资讯去干扰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司法单位也都侦办了，然后台湾的情况也都一样。台湾的政治上面的假资讯，主要是来自2个层面，一个是各个政党之间的激烈的对立，那这个部分它会反映在各个政党的周遭的网军跟他的侧翼。支持的力量都会发布一些支持蓝绿白3个不同阵营的只对自己有利的资讯，然后甚至于扭曲现实，
那只为了支持特定的候选人。那这个部分这几年来越来越普遍。好，那大家之所以没有像商业诈骗广告那么愤慨，是因为台湾民众对政治很狂热，然后都很容易选边站，然后呢，你都会说，我们这个阵营没有做假资讯，都是其他阵营在做假资讯。但其实呢，三个阵营的网军跟侧翼都有在做啦。哈，那另外你刚提到的外媒普遍关心的。中国的势力在介入台湾的民主发展跟选举这个部分，近年来确实越来越严重。以这次刚刚落幕的总统大选来说，台湾的司法单位就正式这次侦破了中国在背后介入去操纵的假民调，它还不只是假资讯哦，它是做了一个假民调，民调的结果是说，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阵营，他的民调支持度已经是第一名的。然后呢，透过台湾的一些内容农场的媒体去发布这个假民调，所以像这个中国发动认知战在这次大选里面，它已经进一步又发展出来了这样的模式，就是他自己做假民调，做了假民调之后，又用这些内容农场的媒体去推播这些假民调的不实资讯。那当然，选举结果证明了，侯友宜阵营不但最后是第二名，而且距离第一名的当选者足足差了将近100万票。那事后的结果证明，这样的假民调完全经不起考验。可是他在选举当中，他就会让选择相信他的人就可能因此影响他的投票行为。或者因此认为台湾民主怎么都这样子，明明谁领先，结果最后那个媒体都不报道，然后也因此谴责媒体啊，不信任媒体啊，造成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所以这是这一次选举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发动认知战更新的做法。然后它对于选举的影响虽然没有到影响选举结果那么严重，可是在选举过程当中，它已经严重干扰了选民对于民调的信任度。还有对于媒体报道的可信度，那这些都是中国制造假资讯、假民调对于台湾民主发展所产生的很具体的影响。那除了这个事件之外，这个事件我看到新闻，然后对他就是有被抓到嘛，但可能还有其他其实是没有被抓到的，然后有一些像是，而且甚至他们也不用新闻媒体来散播，他们可能用 Line 这样的群组，就是 private group 的形式去散播。其实它更普遍的主要是散见在抖音上面。现在青少年大家都用抖音，那其实，在抖音上面可以看到无所不在的这种扭曲台湾民主发展，或者是说断章取义，然后去让台湾政治人物的发言，然后变成是那个很不理性，或者是扭曲一些现实上面的台湾的重要的政策的发展。这个在抖音上面好多哦。而且前一阵子还有学者去研究，发现抖音上面连报道那个战争的讯息，这些都可以是扭曲的报道。好，那它都会影响到台湾人民对于两岸关系、对于国际情势，还有对于台湾自己内部大选的发展。那这个部分它更普遍，而且呢，它是更加影响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普遍在看抖音这些短影音。好，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这次选举里面又让我们看到更令人忧心的现象，就是年轻的世代在短影音上面所看到的这些假资讯，好，会对年轻人的独立判断造成很大的干扰。而年轻选票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已经越来越成为最后影响中大型选举最后的关键哈。那我想这一点应该也是外媒关心。那我们自己在第一线感同身受，很担心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受到这些短影音不实资讯的影响，会让台湾的民主政治会越来越碰到越来越大的危机。这的确是蛮令人忧心的，就是大家其实好像现在不太看年轻人了，他们好像蛮依赖这些社群媒体，尤其是短影音这样的资讯来当做他们摄取，就是取得新闻的管道。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对，那目前报道者这边有没有特别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或是工具去教育读者啊，或者你们有没有发起什么专案啊，希望能够教育读者去识别跟对抗这些假资讯？我们因为自己本身在花时间做深度报道，所以呢，我们第一层努力是过去这几年，我们到好多世界各国去看假新闻在世界各国造成的危害。譬如说，我们去德国，德国在柏林围墙倒塌多年之后，结果德国社会现在也饱受假新闻撕裂，造成社会对立所苦。所以德国人自己认为假新闻是新的柏林围墙，是新的看不见的这个社会的高墙。以前柏林围墙是你看到一堵墙堵在那边，那现在是你看不见那个墙，
可是假新闻现在对于德国社会的造成撕裂的伤害，比柏林围墙还高还严重，所以他们是已经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假新闻对德国民族的伤害。然后我们也去看印尼的总统大选，一样，假新闻让印尼的总统大选的过程当中，也是两派的支持者严重的彼此不信任，撕裂这个社会谨慎的信任的基础。然后我们的记者也透过岳阳采访，去采访了当初制造美国大选假新闻的这些来源哦，是来自欧洲一个小国，叫做马其顿。马其顿里面很多网军的教练训练当地的年轻人，制造了好多好多介入美国总统大选的假新闻，譬如说教宗表态支持川普这样的假新闻，当初都是从马其顿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第一层努力就是揭露这些假新闻它的产地来自于哪边，它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还做过一个 LINE 的假新闻，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产业链，那个叫做风向战争哦，那也就是舆论导向到底怎么会被带风向带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在这层报道上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让台湾的读者能够了解说。各式各样的社群工具上面的假新闻是来自于哪些地方，然后哪些民主国家都已经深受假新闻之苦，所以台湾不要变成那个样子，这是第一层努力。第二层努力是我们自己的多媒体作品。举例来讲，我们有一个得到金鼎奖的多媒体作品，叫做沉浸式诈骗，就是现在 LINE 上面很流行这种，我跟你交朋友哦，然后久而久之你就被我骗了，其实跟你交朋友的那根本是 AI，它是 AI 机器人跟你交朋友，随时随地永远不怕累，都可以跟你聊天。然后等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呢，用你不会怀疑的方式去诈骗你的金钱。那这种东西我们就还原它这个沉浸式诈骗整个在 LINE 上面或 IG 上面所进行的整个过程，让读者进行一个手机上面就能够滑动的一个媒体试读教育。你这样手机上面滑一滑，你就知道哦，原来他是这样被骗的，那我千万不能这样被骗。也就是我把他被骗的过程里面，用多媒体的作品完全演练给你看一次。那你看了之后，以及最后你还可以按照报道者在这个多媒体作品后面介绍的，你可以到很多国内外的网站去确认你的个资有没有外泄。你现在看到这些可疑的连接，它是不是钓鱼网站？它是不是有可能去盗取你个资的网站？那这些其实你可以透过进一步的工具去连接确认这些你的隐私。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头到尾你可以符合使用者体验，在手机上面滑动就能够进行的媒体识读教育，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样子的努力。好，所以从报道假新闻如何对民主社会产生影响，到我们自己个人的所有手机到平板电脑上面如何做到保护个资，然后避免被骗，我们大概是从上游到下游都努力在进行这样子的媒体识读的教育。现在好像比较多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设计的比较游戏性，就是像您刚对，刚说，就是让大家就能够互去模拟，动的话，大家比较有对兴趣。对，就是对，比起否则你光对对说教，对，你光是跟大家讲说，请大家看过来哦，你不要被骗对，哦，那大家都会讲说，我很聪明啊，我怎么会被骗？我真的，可是呢，如果你能够很生动的用具体的例子告诉大家说，哎，连这么聪明的人都被骗啊，他到底是怎么被骗的？你就比较有兴趣嘛。以及对，不要用大量的文字，你是真的用多媒体的作品，让大家在手机上面滑动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到人家是怎么被骗的。那当然你会更有感，因为现在大家在骗你，其实都是在手机上面骗你，都是在网络上面、社群工具上面骗你。那你用这个大家最有感的方式，最能够去让大家有共鸣。了解，我觉得是很棒的方式，就是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他们已经不太会有耐心看完很多东对，西，可是这也对，是报道者的年轻人才做得到这些事情的。年轻人最了解年轻人，也就是我们的年轻的设计师、年轻的工程师、年轻的文字记者，还有年轻的 data 小组的记者们，他们最了解年轻人想看什么样的互动性的作品，然后他们也有能力设计出这样的互动作品，就跟其他的年轻人互动，让他们不要被骗。对，所以我觉得报道者的年轻人很棒，他们才做得出这样的作品。对，了解。好啊，那针对这一次的合作啊，就是其实我们跟报道者合作蛮久的时间了，蛮长一段时间了。那一直都希望能够提供我们的东西，然后同时也让报道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去
进化，就是啊，更对，就 improve 就是所有产品面向的功能这样。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执行长您对于区块链这样或是 AI 这样的新技术，在确保新闻真实性方面的应用，就是您的看法是什么？您是就是比较偏向这些工具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还是会对。觉得有可能它会带来其他另外一些问题这样？我先谢谢 Numbers 真的一路支持这个影像的区块链去中心化的保存哈，它深具意义，因为过去我们太常看到很多照片本身的造假，还有移植，它让人家觉得有图有真相，所以第一时间马上就毫不怀疑相信了各式各样的假资讯，所以用区块链的方式让报道者包括总统大选在内的所有的重要影像，它确保不会被任何的跟动。然后所有的时间、地点，然后拍摄的所有的内容不会裁接，然后所有的记录都完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但很有意义、重要，而且它需要持续下去，而且是越来越多影像都应该纳入这个计划。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真的是太重要了。好，那整个现在我们在进行所有的影像保存的记录跟努力。哈，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推广到所有的其他的面向都一样的重要啦。它不是应该只有是那个影像，它的文字跟各方面哈，在这个 AI 挑战的时代哦，我觉得那个挑战实在严峻到大家难以想象。前一阵子有一个德国的媒体，它封面是专访车神舒马克，然后事后证明那个专访是 AI 造假的，照片也都是 AI 做的，所以那个德国的媒体的总编辑因此而下台。所以你刚才问到说 AI 现在带来的挑战跟冲击，多数人是放大了 AI 对于每一个产业，包括媒体产业可能带来的进步，还有带来的提升。但是 AI 很明显会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危害跟造假，在现阶段是被低估了，被严重低估。它会被用来为恶、做坏事，或者是因为它的造假让你信以为真，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比过去不但提升太多，它是连整个影像录影，甚至于连路边监视器的即时画面，它都可能是透过 AI 让你变成是你以为你看的是监视器即时画面，但它都可能经过是伪造的，然后经过声位的影片的方式，让你去觉得有图有真相，可是事实上你相信的根本是错误的编造的事实。所以我自己采取非常保留的态度。我觉得 AI 要非常非常谨慎的去小心它的应用，尤其是在应用的每一个范围都要去同时想清楚它带来的可能的危害，千万不要见猎心喜。觉得 AI 好像现在生成照片好容易哦，过去很多照片拍不到啊，有什么关系？现在 AI 找一找，我要什么照片有什么照片。可是就因为这样，现在你想要伪造什么照片，那真的是轻而易举。对，你随时明天你就可以伪造那个普丁跟伦泽斯基两个人握手言和，或者是两个人那个互相你打我一枪，我打你一枪，两个人都死掉，然后就骗过那个所有相信这张照片的人。可是这样子的危害，目前为止真的是被严重低估。所以呢，以媒体来说，必须要开始认真的去定 AI 使用守则。好，也就是你现在已经预见了 AI 可能的危害，所以呢使用 AI 所可能涉及的各种伦理争议，都必须要去一一厘清。那它体现在你的 AI 使用守则里面，让媒体能够在符合伦理规范的情况之下，去善用 AI 的优点，这是现阶段媒体最应该做的事情。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这些科技跟工具都是中性的，然后但是就端看你怎么使用它嘛。那当一个新科技在产生的时候，就是大家会比较偏重去看它能够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就觉得它是新的东西嘛。那就是人类的进步就是应该要有这些新的东西，那它其实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只是我们能不能去承受这些负面影响的风险，这样对，所以。我觉得的确是，对，的确是需要一些规范，然后去让这个虽然它是中性的工具，然后但是不要让有些人就是存在的坏心的人，然后用它去做一些坏的事情，这样。
对，那现阶段当然会是两派意见的角力，有一派一定是觉得说，哎，他才刚刚发展，你现在就要让他绑手绑脚，对，什么抑好像有些不制他能什么做。的，那对，他明明有那么多光明的未来，你现在让他自嗯废武功，这样对吗？可是我比较是站在另外一派的立场，我是觉得没有错，他为人类生活跟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种产业带来的进步，你可以预期。但嗯也因为它的危害不容低估，所以呢，现在在支持它的美好的愿景的同时，你一定要现在就开始从防弊的角度去，不但做好规范，而且要做好嗯自治，就是那个自我约束跟自我克制这件事情。好，不嗯能够只是见猎欣喜，觉得说我只看到好的那个部分，就先冲了再说。那样子的话，你可能未来酿成的后果会不可收拾，会更加严重。嗯，嗯，对。那对于导入一些新的科技啊，就是因为我不是在新闻产业嘛，但是我蛮想了解一下，就是台湾新闻界对于导入这些新的科技，就是不管是区块链或是 AI 或是其他的一些新科技，是比较正向积极多一些，还是偏向比较保守？然后我们观察一下等等，再来导入。我的了解是因为台湾新闻媒体大环境不好，那很嗯多媒体的确都是为了为了生存在努力，所以它就牵涉到成本。如果他觉得嗯说导入区块链，然后运用 AI 这些虽然是趋势，可是它成本比较高的话，他现阶段就先不会做，因为要花太多嗯钱。但如果他本身有赚钱，以及他评估这个是势在必行的数位数位转型过程要做的努力的话，那有些媒体确实也已经踏出了比较先行的脚步。所以我的观察，台湾媒体的步调落差非常大。好，有些媒体既顾及成本，然后也觉得它并不是要以创新来作为它媒体的核心价值。他可能觉嗯得啊，我多放很多俊男美女的照片，有很多点阅率或明星八卦的点阅率，换比较多的广告，那对我来讲才是我这个媒体最重要的价值。那对他来讲，区块链保存，那是不是运用 AI 让技术更进步，让你的各种报道更便利？那个不是他考量的重点。好，那嗯比较追求进步的优质媒体，如果本身生存没有问题的话，就相对会比较愿意拥抱新技术，然后而且用新技术作为创新成长的动力。那其实台湾媒体在这几方面，它落差很大哎，有的走在很前嗯，面，有的现在对，原地踏步，它并不平均，它不嗯太像有些民主国家的媒体比较平均，就说哦大家都比较普遍能够接受。那嗯，集权国家当然就不用讲，集权国家大家都不接受。那对，台湾媒体是落差很大，有的嗯。有几家接受，而且自己努力走在前面。那有蛮多家是在后面，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追嗯得上来。嗯，了解，所以还是其实比较多是现实层面，然后跟以前这个媒体他们对自己有对什么样的核心价值，然后对，它需来，要兼顾理想跟现实。哈，理想嗯就是这个媒体自己的核心价值，那现嗯实是他当然希望他不要有太高成本，或者他花的钱我至少可以承担得了。那嗯，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像公广集团的对，媒体，像公视，好就已经定了 嗯 AI 使用守则嘛，哈。那像报道者这样子的非利媒体跟独立媒体，因为公共性格比较强，也很嗯愿意做这样子的创新，接受新技术的努力跟尝试。好，所以媒嗯体的形态也会有一点决定他能够接受新技术的程度跟他的心态。了解。我觉得好像跟美国也有类似的状况，就是我们最近刚好看到那个 Fox，就是他们也出了区哦，块链的，他们也想要导入区块链，然后来做验证跟保存这样的事情。然后但其实路透社在2年前就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点嗯，是也是一步一步来啊，然后就是看别人的状况，对就是你对对，导入了之后，就是有带来什么样的 impact 的时候，我再决定我要不要导入这样。对，其实多数所以我媒体其觉得实还是观对望，对不对？对哈，还是先看对看别人做对的好不好，哎，好的话我再来跟进。好，对对，所以对看反应这样。对对对，那报道者很愿意，就是我们就走在前对，面来处理。这个非常感激，因为就是对于我们做技术的来说，就是能够找到一个很棒的场域，然后去让这个工具被真的使用，然后去做这个使用者的体验的改进，我觉得对于技术的进步是很重要的。感彼此彼此。谢，感谢报道者。好，那我想最后就是回到资讯站的这个部分。那您认为就是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就是可以怎么做来跟新闻媒体一起去建立一个比较透明，然后更真实的嗯。新闻环境？好，我自己长期的观察了哈，我嗯其实觉得民众与其去学习什么媒体识读的方法哈，那个比较嗯其次啦，
台湾民众比较重要的仍然是先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不要什么重要的这种公共事务一发生，你就先选边站，你都先选择说，哦，我到底要站在蓝的那一边还是绿的那一边？当你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选择选边站了之后，哈，任何的讯息对你来讲意义就不大，因为你已经选边了嘛。好，那假讯息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为你没有经过独立思考，对于这件事情的观察了解之后再做判断，你是第一时间我就决定甚至选边了，那假讯息当然就会成为一个更好利用的工具。所以我觉得台湾民众最能够抵挡假资讯的方式，其实就是告诉自己你要做一个现代公民，而不是一个政党的铁粉。好，你要想清楚。你周遭重大的公共事务呢，不管是健保年轻的改革，或者是政治的攻防，或者是种种其他的公共议题，不要急着选边啦，不要急着去说我到底要支持民进党、国民党还是民众党，先告诉自己说，哎，我要不要先了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了之后，我再做判断。你只要多一些这些时间哈，那个假讯息对你的影响力就会急速的下降。所以呢，先做一个有独立思考的现代公民，你就会成为一个有能力拒绝假讯息的人。好，这是非常好的建议，也是一个勉励。我觉得是因为资讯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所以很多人会懒得思考，就是单方面的去接受这些资讯，这样。那如果这样的，我完全同意你刚刚讲的。所以如果是这样，我再小小补充一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资讯太多嘛，哈，简单说，你如果任何事情发生呢，你不要只听一边的说法，另外一边说法你也要听一听，两边都听完了之后，你再做决定，这样就假讯息就对你不会有伤害了。这样。对，好，谢谢执行长的分享。那我们今年也会跟报者有一些进一步的关于除了影像封存之外，有些影像授权的合作。那同时也会积极的跟其他的新闻媒体做接洽，这样，那希望能够透过技术跟工具来协助新闻媒体伙伴，还有跟社会大众一起建立一个更透明、更公开的环境。那最后结尾的部分就是想看看执行长这边关于报者今年度有没有什么计划，然后会想要跟大家说一说，然后或者是新的专案，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走了8年多以来哦，除了刚才提到我们跟 Numbers 合作影像的区块链的保存计划之外，我们近年来也陆续做像 Podcast 节目，让大家可以用声音内容来听深度报道。我们也推出进入校园向下扎根，针对10岁到15岁青少年的少年报道者的一个独立的网站。那就代表我们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想要把这些好的作品推广到各个层面。那所以这当然代表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捐款支持，才能够让一个非盈利媒体能够走长远的路，那才能够让我们的花很多时间用各种新技术所做出来的这些重要的作品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发挥更大影响力。所以很期待大家能够多多用捐款支持优质媒体，让我们能够走更长远的路。谢谢。对，支持捐款。谢谢。好哦，那谢谢执行长，那我们今天节目大概就到这边，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